2024年的那場大選呀，工党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的一幕呢，還歷歷在目。他們拿下了172席的議會下院多數席位，一舉呢終結了保守黨長達14年的執政。可是這才過了不到2年，局面呢就徹底翻了過來。如今呢，這位英國的首相正在被自己黨內的同僚步步的緊逼。據《每日郵報》呢5月16號的報道，他已經私下向密友透露打算辭職，並正在擬定一份有序的離任計劃。從巔峰跌落到這般的境地，這出政治鬧劇究竟是怎麼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5月7號啊，英格蘭的136個地方議會呢，約5000個席位呢，以及蘇格蘭議會、威爾士議會同步舉行了選舉。對工黨來說，結果呢，只能用這種慘烈來形容啊。在這個英格蘭地區呢，他們丟掉了38個地方議會的控制權，流失了近1500名的地方議員。那這個數字呢，差不多占所有的這個參選席位的60%。BBC 呢就根據選舉結果來推算，如果放到全國範圍來看，工党得票率呢只有17%，和保守黨呢並列第3。那麼比起2024年的大選的時候的這個得票率，幾乎是砍了一半。威爾士呢更是这個重災區。那麼工黨呢丟掉了握在手裡長達100年的這個執政的地位，淪落到第3大黨的這麼一個位置。威爾士首席部長甚至成了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在選舉當中連自己的一席都保不住的在任政府的首腦。而英格蘭那邊呢，工黨表現呢也是同樣的低迷。蘇格蘭工党領袖薩瓦爾呢直接公開表態，要求首相辭職，說他的這個領導地位已經成了工黨的累贅了。那麼和工黨呢全面溃敗形成那個鮮明對比的是改革黨的強勢崛起。他們一口氣拿下了超過1200個席位，掌控了至少10個地方議會，其中就包括了埃塞克斯郡這樣的这個重要的地區。改革黨黨首法拉奇呢直言說，這是英國政治真正的歷史性的轉折。當然了，保守黨也沒好到哪兒去，同樣丟了近500個席位，還有6個議會的控制權。英國傳統的兩黨格局呢正在加速的瓦解。政壇呢正一步步的進入一個碎片化的時代。那麼選舉之後的這個政治風暴來的是又快又猛啊！第一波的衝擊呢是發生在5月12號，4名初級部長集體遞交辭呈啊，其中呢這個法恩布拉在辭職信裡邊說的就很直接，說公眾呢不相信你能領導這場變革啊，我也不信。那麼在同一天，又有6名下級的部長助理跟着辭職。其實早在這之前啊，工黨政府呢就已經深陷這個曼德爾森任命的一個風波裡。就這位前工黨大佬呢被任命為駐美大使，可是呢後來因為他和這個愛潑斯坦的這個關係，在檔案解密之後就被曝光，最終呢被撤換。那首相的這個核心幕僚也因此辭職。那政府的信譽受到了重創。多重危機呢就湊到了一起，黨內逼宮的这個浪潮很快就升級了。真正的致命一擊出現在5月14號啊，衛生和社會福利大臣這個斯特里廷宣布辭職。那麼他在這個辭職信裡邊的這個措辭已經不只是表達不滿了，而是直接呼籲工黨重新選舉領導人。這位工黨右翼的代表人物呢，2天之後呢正式宣布參選黨首。還在倫敦的這個演講當中警告說，如果工黨不及時調整方向，就會淪為法拉奇的幫兇，眼睜睜看着聯合王國走向解體。他甚至提出說，英國應該重新加入歐盟，擺明了要和現任的首相徹底的劃清界限。那麼另外一邊呢，這個曼徹斯特的市長伯納姆呢也在悄悄的布局。他現在呢不是下院的議員，本來呢沒有參選黨首的資格，可是呢工黨議員西蒙斯呢在14號主動辭職讓路，觸發了梅克菲爾德選區的一個補選啊。16號呢工黨全國的執委會就批准了伯納姆的這個參選的資格。前副首相雷納呢則一直在一旁是靜觀其變，只要伯納姆在參選過程當中遇到阻礙，那隨時都可能加入競選。眼下呢，最讓人玩味的是唐寧街內部的這個信任的崩塌。有報道稱呢，2位公開表示支持首相的高級部長
背地裡卻派特別顧問去游說其他的議員，要求首相下台。那麼其他部長呢，更是早就開始了这个对立陣營的接觸啊，為新任領導人這個上任之後呢，自己能拿到內閣席位來討價還價。一位知情的部長呢說的就很實在，說真正讓他窩火的是，人們呢當面跟他說的是我還支持你，一轉身就去和那些搞陰謀的人呢串通一氣。按照工黨的規則，要發起領導權挑戰，那就需要20%的下院議員的支持。以目前的工黨403個這個下院席位來計算，那是就需要這個81人支持。那截止到5月中旬，公開要求首相辭職，或者是要求他給出離任時間表的這個工黨的議員，已經有97人。遠遠超過了81人的這麼一個門檻。不過呢，也有超過110名這個後座議員呢，這個簽署聯名信，反對發起領導權的挑戰。另外呢，還有大約150人暫時沒有表態。說到底這場政治危機的根源不只是這一次的地方選舉的失利，更多是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一個困局，政府信譽的這個崩塌，還有移民問題的爭議，長期積累下來的一個總爆發。那接下來的問題呢，已經不是首相會不會走，而是怎麼走，什麼時候走。那英國政壇正在經歷一場這個深層次的一個洗牌。那最終呢，誰能接過首相這副擔子呢？現在還沒人能夠說得清楚了。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協飛觀察，希望各位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